MG-SD 系列第2弹巴巴托斯拼完了，拼装体验以及整体素质如何？这一期给大家掰开揉碎了好好唠一唠。交时间知己，有网络同好，既不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四两圆钩，带着拼装完成的 MG 巴巴托斯，我又回来了。此作延续了万代的一贯拼装体验，拼装过程中有很明确的到位反馈，关节处也将以往的 C 口连接变为了柱状卡榫连接，也因此整体的紧实度很高，怎么晃也不会出现疲软不举的情况。水口方面，拿手臂举例，虽然没有给出隐藏水口，但由于白色零件居多，再加上位置都以侧面为主，也因此拼装完成后从外观上几乎看不到水口，对于我这种一刀流的玩家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至于贴纸方面，与以往一样给出了很多警示标识以及 logo 的贴纸，个人觉得贴多了会显得有些杂乱，因此在简单的深陷后，只在肩部贴了一个铁花团的标志作为外观上的细节补充，仅此而已了。除此之外，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次板件的命名上有巴巴托斯专用和 MG-SD 高达骨架专用两种。虽然不能保证一定是下一个机体吧，但至少可以推测出万代接下来应该会有推出铁血的奥尔芬中的其他机体的打算吧。接下来说一说整体素质。据不是那么严谨的测量，不加武器的高度和自由高达很接近，大概13厘米左右。通体采用零件分色，而且透明零件这里也确实和在开箱视频中感受到的一样，比自由高达的零件更大了一些。至于可动胸方面，首先是头部，正常状态下360度旋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低头与抬头一共大概有45度左右的可动，去掉背包以后呢，可以达到55度左右。而脖子这里还有一个折叠关节，向上拉开后前后浮动可以达到90度左右，做这种仰天长项的 pose 是丝毫没有问题的。肩部盔甲这里有一个联动设计，下方盔甲拉出后侧面部分也会随之拉开，可以看到内部银色结构，推进去之后侧面也会随之收起。当然肩甲这里也是可以独立上下转动的。取下肩甲后可以更好的看到肩部这里有一个前后可动，仔细调整的话还是可以取得一个很不错的可动范围。上臂这里360度旋转没有任何问题，肘部这里有肩甲干涉的情况下可以弯折90度，肩甲抬起后可以达到120度左右。手腕这里采用了传统的球形关节连接，手指也是和自由一样采用了113的结构，大拇指与食指根部有独立可动的关节，中指、无名指、小拇指采用的2个一体球形关节连接，手掌部位还有一个插槽，握持武器的时候可以更加稳固。胸部这里的驾驶舱盖可以拉开，看到里面的驾驶舱内部，但是这里也是整体最松的部分，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拉下来。再看看腰这里，如果没有外甲的干涉，左右旋转360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前后的俯仰角大概在60度左右。前裙甲和侧裙甲均采用球形关节连接，前裙甲向上翻起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侧裙甲这里轻微的抬起以及贴身360度旋转也没有问题。后裙甲则为一般的装连接，仅能小幅度的向上抬起。接下来是腿部这里，由于前后裙甲和腿部装甲的干涉原因，大腿前后也仅仅只有90度左右的抬起范围，去掉前后裙甲则可以达到180度，不过应该没有人会这么玩吧。侧抬腿的话，有无侧裙甲影响不大，大概有80度左右的可动范围。膝盖这里采用了2段结构设计，屈膝幅度可以达到180度左右。膝盖装甲处还可以轻微向上抬起，看到里面银色零件的细节。脚部这里前后加起来有一个90度左右的可动，但是左右摆动的幅度仅仅只有30度左右，可动的范围比较小。脚掌和脚趾分别有独立关节，可以实现前后摆动，以便更好的摆出单脚下跪的姿势。背包就很简单了，武器挂载处也做了相对的结构还原，只不过打开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下，由于是 C 口连接，用力过猛很容易出现脱落情况。背包中间的位置也可以向上推开，看到里面推进器的细节。还有一点，不知道是个别原因还是什么，我的这个背包的武器挂载处这里，右侧可以严丝合缝的扣在一起，但是左侧则用一个缝，无法扣严。
最后就是武器部分了，经典老三样：太刀、滑膛炮和大锤。太刀没什么好说的，一体注塑结构，没什么把玩性。滑膛炮这里，炮管和炮体通过一拉、一弯、一推，实现整体的展开和收起。虽说大炮只是配件，但背后这个水口让我有点接受不了。希望后期打磨和补色可以在观感上稍微改善一下吧。至于大锤，也有一个联动设计，只需轻轻一推，4片刀刃也会随之展开。但是收回的时候呢，只能用手一片一片的按回去了。最后做个总结，叨叨了这么多，各位小伙伴们觉得这款 MG-SD 巴巴托4的素质如何呢？目前来看，发售的这2款 MG-SD 产品在拥有内骨架的同时，还有很好的紧实度以及不错的拼装体验，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不想花太多时间去拼 MG， 但还想有一定的 MG 体验，或者嫌弃 RG 的零件太小，比例是对了，但是担心会出现软趴趴的情况的小伙伴，如果能接受大头娃娃这个比例， MG-SD 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一开始也是 RG 党，但是看到 MG-SD 后果断跳坑了。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各位小伙伴们觉得还不错的话，请点赞、关注、收藏，一键3连。我是自留言钩，我们下期再见。